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0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玉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马云又出事了，阿里巴巴罚182.28亿人民币非常多非常贵那我们先讲新闻。中国市场监督总局4月10号向阿里巴巴集团开出天价罚单182.28亿人民币，这是中国当局持续打击马云的一个最新动作。这个罚单也开创了中国反垄断以来的最高纪录那么新华社的报道说，2020年12月，市场监督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网络零售平台服务立案调查，理由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市场监督总局做了几件事。第一，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了现场检查，调查问询相关人员，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二，对其他竞争性平台和平台内的商家调查取证。三，对本案证据材料进行核查和大数据分析。四，组织专家分析论证。五，听取阿里巴巴集团陈述意见然后新华社说，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就是说我是对的然后市场监督总局指阿里巴巴集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二，自2015年以来，阿里巴巴集团滥用该市场支配地位，对平台内商家提出2选1要求，禁止平台商家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或者参与促销活动，并借助其市场力量、平台规则和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采取多种奖惩措施，保障2选1要求执行，维持增强自身市场力量，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然后市场监督总局指阿里巴巴集团实施2选1行为，排除限制了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的竞争，妨碍了市场服务和资源要素流动，影响了平台经济创新发展，损害了平台内商家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构成反垄断法第17条第1款第4项，禁止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然后根据反垄断法第47条、49条规定，然后2021年4月10号，市场监督总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阿里巴巴停止违法行为，并以其在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的4%罚款，计182.28亿元同时向阿里巴巴发出这个行政指导书，要求全面整改，并且连续3年向市场监督总局提交自查合规报告然后人民日报就开始敲鼓了。人民日报敲鼓怎么说？说这次处罚是监管部门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具体举措。那么对平台企业违法违规行为有效规范，并不意味着否定平台经济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国家支持平台经济发展的态度有所改变你把这件事反过来听就对了那么当然2选1不是阿里巴巴才有，那么谁都有基本上都有什么美团腾讯都有。那为什么只处罚阿里巴巴呢我们慢慢再说那么2020年的12月24号是市场监督总局立案调查，然后
当天就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了现场检查，然后现场调查当天就结束啊。然后2008年颁布的这个反垄断法认定，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由反垄断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年销售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那么这次呢就没有没收违法所得。如果阿里巴巴如果要没收违法所得的话，意味着他要没收他多少钱？我看一下4557亿啊，那是不可能的，那阿里巴巴就要破产啊。那就是所以他没有没收违法所得。他原来的这个反垄断法是1%到10%啊，你看幅度很大吧？就中国所有的法规都是帮助这个执法部门的，就是他可以给你1%，也可以给你10%中间什么？我给你4%给你4%呢，那你是不是得给我2%就是这样，他有很大的权利，这个幅度越大，他的权利越大这就是寻租空间之前有网友问我什么叫寻租租是什么？租就是税税是什么？税就是你在你的行为过程当中付出的额外的成本，这个成本基于对方的权利那么比如说我是个地主，我的土地租给你，你向我交租，这就其实我们可以叫它是租，也可以讲的是税。那是因为我拥有土地的权利，那你要把地租交给我，或者把税交给我。那么政府也是一样，政府就是我有权利，我来管理，那么你要跟我交税那么官员呢？官员理论上不能收税，收税呢就违法。但是呢，官员偷偷的利用我的权利向你收税，这叫什么？这叫寻租，寻找收税的机会，官员都在寻租寻求税其实是寻税它是一个我们讲它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的意义那么此案调查的关键点在哪里？关键点和难点就是相关市场的认定，就是你在这个市场，在市场的边界在哪里你要把相关市场的认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就是你怎么去认定它是在滥用它的市场支配地位，它有没有市场支配地位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很多这个反垄断的法律业者说，从法理的层面来说，认定平台2选1涉嫌垄断然后判定这个平台存在市场支配地位，然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然后并形成这个排除竞争的这个效果，这个系列其实取证是很困难，就是说你取到这个证据。然后形成这个证据链是很困难，所以很多反垄断调查通常在哪里在判定这个相关市场是第一关通常在这一关就已经停下来没办法完成。那么市场监督总局在这个案子当中，把这个相关市场界定为中国境内的网络零售平台服务那么认为阿里巴巴具有支配地位，为什么？第一，那个阿里巴巴市场份额超过60%那么相关市场高度集中这个我不大认可因为阿里巴巴的市场份额并不具有60%因为现在你像比如说像其他的像京东都已经起来阿里巴巴实际上它市场份额并没有60%这么高。当然它肯定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市场这个认定60%我不认可
它具有这个市场核心地位，这个没有错。第二，阿里巴巴通过制定平台规则、设定算法等方式，决定平台内经营者和商品的搜索排名，以及平台展示位置，对其经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没错。第三，认定阿里在关联市场有显著的优势，包括物流、支配、支付、云计算等领域进行了相关布局。那么阿里呢提出了2点反驳第一点反驳就是支付和社会化物流快速发展，那么降低了这个行业竞争者进入门槛的这个进入门槛。那么实际上，在这个电子商业这个领域，参与者是非常多的不仅仅是阿里巴巴，还有若干这几个是非常多的但是这个抗辩理由没有被接纳。2017年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京东告阿里京东告阿里，现在还在告，这官司没完那么指阿里胁迫商家2选1然后就是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件事情跟这次这个市场监督总局的这个判罚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京东就直接去告阿里巴巴，说你的2选1是违反了这个涉嫌这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那么这个世纪争霸这个案子从2017年开始，就光是在这个管辖，就是司法管辖这个问题上，就搞了几年时间一直打到最高法院。那么最后最高法院判由北京高院来审理。那北京高院一审理这个事情就对京东有利因为京东在北京。然后阿里巴巴在杭州本来是就是杭州还是北京到底是谁管辖，现在是京东赢了，应该是北京高院管辖那么2020年11月24号到26号，那么这个案子在北京高院进行不公开质证然后就进入实质性的审判阶段那么市场监督总局对阿里巴巴的2选1的处罚，那么对于京东诉这个阿里的这个案子来说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应该来说尤其是这个相关市场还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认定那么现在市场监督总局已经有一个认定在那里，那么对京东是有利的京东有利，那么可能这个京东的赢面是比较大那么去年11月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那么到现在差不多将近半年时间马云倒霉的事情就没有停过那么当局对马云的打击基本上你看大方向来看从去年的11月开始这个基本上每月都有月薪马云日子不好过但是我总结了一下，围绕着马云的这个当局的出手，基本上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把马云和马云现在主要是2家机构，一个是阿里巴巴，一个是蚂蚁集团。那么针对这2家企业，2个方向，第一个把它业务收拢，就把业务收拢集中在互联网企业。第二个，减除蚂蚁集团或者是阿里巴巴非互联网业务，或者是减除马云自己的不是互联网的业务，都要给它减除掉我们一样一样谈怎么个减除法？教育先说教育，我用倒叙的方式来金融集团金融时报4月9号报道说，原定今年3月底开学的1年级入学注册叫停。什么叫停？就是湖畔大学湖畔大学，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
那么今年3月份这个招生注册一年级3月底开学的1年级入校注册被叫停，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新生注册。湖畔大学是这个马云创办的，马云跟其他的几位老板万通集团的冯仑，复兴集团的郭广昌，巨人集团的史玉柱8个人创办的叫湖畔大学。湖畔大学其实它是一个培养老板的企业那么今年3月底它应该是新生入学，不让注册了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马云你不要搞教育了，就是这个意思马云是湖畔大学的第1任校长，那么他招生对象是成功的企业家，就是老板，学制3年，学费58万那么招生过程非常的严格说是严过这个哈佛大学但是现在有人在外面说说这个中共高层认为湖畔大学有点像现代版的东林书院东林书院是什么？东林书院就是北宋其实东林书院始建于北宋主要是杨时讲学的地方这个理学家杨时讲学的地方。那么后来就破败，到了明朝的时候呢，又恢复复建成为当时4大书院之一那么东林当时呢，这个它的影响很大，影响了很多的官员，他们互相之间老师、学生、这个同学形成一个网络这个和阉党就是宦官进行争权夺利所以把这些人叫做什么？叫东林党人。东林党人就叫这些这个宦官叫阉党，他们对立是阉党。所以你现在中共把这个湖畔大学说是现代版的东林书院，这有点奇怪因为东林的敌人是谁？东林党人的敌人是阉党，你中共把自己比喻成阉党嘛，这很奇怪总之呢，就是湖畔大学不让弄但是他又不让他，又没有说不让他继续办他现在课还在上，只是新生入学不让他注册那大概是这样就是意思就是折腾你新生你原来的课你收了学费让你继续办，但是新生不让注册就这个意思那么去年年底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湖畔大学，他们在云南昆明的分校就是被停止，就不让你招标了，招标你停，不让招标这是一个就是关于湖畔大学围绕着马云的这个打击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 UC 浏览器315这个点了2个名，一个是360搜索医药广告造假链条第二个就是 UC 浏览器涉及投虚假医药广告点完名之后，第2天华为、小米等这个安卓应用商店这个被下架然后搜索不到但是呢，苹果的这个 App Store 里面呢，这个 UC 的下载服务是正常，说明是什么？说明就是国内的这些针对它进行动作这是第2个浏览器。第3个就是媒体那么3月15号，《华尔街日报》连续刊文讲这个当局要阿里巴巴放弃媒体集团阿里巴巴要求中国政府要求阿里巴巴剥离它旗下的媒体印刷、影视平台、社交媒体等媒体资产。那么官方担心这个阿里巴巴对舆论的影响力
那么说这个报道说，中国当局在去年的几次会议上，都对这个阿里巴巴参股媒体表示了这个疑虑啊。那其中一个关键的事件是什么？其中一个关键的事件就是淘宝、天猫、阿里妈妈的事业群总裁叫蒋凡啊，蒋凡是他们的一个少帅啊。结果蒋凡跟这个网红张大奕的绯闻啊，那么阿里巴巴直接控制了整个的舆论，这件事迅速的被平息啊，让这个中国政府还非常的不安。你一看，哇，这阿里巴巴这个力量非常的大，这个在媒体的势力非常强，他不想让这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迅速的被消音啊。那么从2012年开始，阿里巴巴大规模的投资媒体啊。那么从2012年到2015年，阿里巴巴以各种方式投资入股的媒体20多家。那么从新闻类的媒体到信息分发平台，再到影视娱乐，甚至到了香港的主流媒体叫南华早报，还包括当然影响最大的是这个新浪微博，它全部都控制啊。毫无疑问，这个阿里巴巴手下的这个媒体集团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力工具。那么3月15号，《华尔街日报》说，政府已经要求阿里巴巴出售它控制的这个媒体集团啊，这是媒体啊。第四个就是蚂蚁集团的改制。那么蚂蚁集团人民银行要求蚂蚁集团改制，由现在的金融科技集团改为金控集团，金融控股集团。为什么改？金融科技集团就基本上没有监管啊，不用监管，不用受监管。但是变成金控集团的话，就要受到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的监管啊，那监管非常的严格。那么也就是说，让它变成一个金控集团，对蚂蚁集团进行金融机构的这种级别的监管啊控制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又把蚂蚁集团的金融业务进行限制。蚂蚁集团现在最赚钱的业务是什么？就是网络小贷啊。网络小贷是蚂蚁集团跟中小型银行合作的一个产品。那么蚂蚁集团有很大的杠杆啊。那么现在杠杆就是100块钱，他出5块钱而已，就是5块钱做100块钱的业务，大概应该是20倍的杠杆。那么现在要求什么？要求把20倍的杠杆变成了5倍杠杆。去掉了4倍的杠杆，那么也就意味着蚂蚁集团要增加资本金，这是一个啊。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蚂蚁集团做原来的生意要增加更多的资本。另外一方面，把蚂蚁集团和这个网络银行的业务啊，就是网络存款业务停掉啊，这就是对蚂蚁集团的改制啊。那么第五。3月13号，蚂蚁集团首席执行官胡晓明辞职。那么他是11月2号，这个监管约谈的高管之一啊。那么也是官方这个整顿阿里巴巴的业务的负责人之一啊。所以胡晓明的离职可以被解读是蚂蚁集团 IPO 失败的一个交代，也可以说是对现在进行当中的阿里巴巴业务整顿有关。那么总的来说，我们总结一下，当局对马云的这个打击，基本上用当局的用语啊，他的用语叫什么？叫资本无序扩张。资本无序扩张什么概念？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啊，在互联网市场过去20年跑了20年的时间啊。中国互联网产业从2000年开始兴起啊，到现在整整20年。20年下来，
互联网市场逐渐的在饱和，然后呢，阿里巴巴这一类的互联网巨头累积了巨大的资本，啊，有巨大的资本，有非常强的技术优势，又有非常强的人才优势，又有非常强的管理优势，又有非常强的市场优势。所以当他有这么多优势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就开始渗透啊，向各个领域渗透，向传统产业渗透，向其他领域渗透啊，比如说像金融领域渗透。那你比如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的产业包括什么？媒体，我刚才说过，影视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看阿里影视，阿里影视，你看的很多电影都是阿里投资的啊，影视、社交、出行、物流、外卖、支付等，它基本上渗透到这个各个行业当中去了啊。那么它会产生三个影响，第一个，互联网行业、互联网产业已经形成这个我们叫头部垄断。头部垄断其实在中国，互联网产业就两大企业，两大阵营，有点像冷战。一大阵营是阿里，一大阵营是这个腾讯，啊，你基本上可以看到是这两大阵营。基本上能够在市场上被你见到的企业，要么是阿里参股，要么是腾讯参股，就是说它基本上你这边是腾讯是美团，阿里是饿了么，基本上大家都是这个壁垒森严啊，这是一个，它是逐步的形成头部垄断。头部垄断的后果是什么？就是阻止其他的市场主体加入啊。你以前很多有一个好的 idea，我就自己去做啊，花一点点钱就做起来，做起来，然后就慢慢突然一下子找到钱，一下子就做大了。那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了，因为当你做到有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阿里巴巴或者是腾讯在他们的平台上加一个小模块，跟你差不多啊，甚至比你好，然后它有数量级的优势，一下子你就灭掉了，基本上就这样。所以这个头部垄断呢，应该在10年前已经开始形成，那么现在已经非常的固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开始向传统产业渗透。传统产业渗透的时候，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直接的后果就是跟国有企业竞争，因为传统行业有很多都是国有企业垄断。你比如说金融行业，金融行业银行你不用说，银行现在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全部都是国有企业。那么，底下的有一些中小型的银行，特别是小型银行，有私营资本在里头。那么有一些外资银行在中国啊，外资银行在中国被严格的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当中啊。就比如说开户你要30万才能开户，那你这个银行有多少客户？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当它开始向传统产业渗透扩张的时候，一下就碰到了谁？一下就碰到了国企啊，国企就开始反抗，国企开始反抗的一个结果就是开始打这些出来的这些啊，当然首当其冲就是阿里巴巴啊，阿里巴巴，这就是一个不能忍啊。那么最近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最近突然出了一个通知啊，要求外资银行不能随便从国外把资金调到国内来给他的银行用啊。我不知道这个背景，我只是看到一条这样的新闻，在国内没找到。但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这个动作我们不说别的，这一看，那就是肯定是国内的这些国有企业要监管部门做这个动作，因为如果这些外资银行能够自由的从海外调资本金进来的话，那它竞争力就非常的强啊。所以，你可以看国有企业他们在保护他们的市场的地位的时候，他们无所不用其极，那是他的饭碗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
阿里巴巴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阿里巴巴其实它的市场地位不如腾讯，但是阿里巴巴更激进，它做事情更激进啊。那么腾讯因为有微信有 QQ，它其实在竞争当中是有优势的。但是你看腾讯和阿里在他们的这个竞争当中，阿里是处于上风，腾讯并没有取得上风。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阿里更激进，阿里更激进的时候呢，这也是马云现在遇到的麻烦啊。马化腾就是政府拍一下，哎，马上跪下磕头，然后我错了啊，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基本上是一个这个态度政府喜欢啊，所以腾讯那边就相对好一点，但是马云这边就比较就碰到你看一个阿里的集团比较激进，阿里集团另外一面，阿里碰了一些比较敏感的部分啊，一个是我刚才讲教育，湖畔大学教育，一个是媒体啊，这都是属于中共要严控的领域，就是我得自己人才能干，不是自己人不能干。那可能原来当自己人，现在不当你是自己人，那你就要把这个媒体卖掉，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这两块以外，阿里手上的支付宝也是政府的一块病啊。一块病什么意思呢？支付宝手里的大数据啊，他拿着支付宝手里的大数据，帮助中小银行和这些大的国企银行竞争，而且不仅竞争还能赢。为什么？这个大数据能够帮助中小银行降低这个信贷风险。在整个银行业务当中，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业务是什么？就是风控。控制风险是整个银行业务当中的核心竞争力。然后这些中小银行本来跟大银行竞争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啊，打不赢它，钱又少，资本又少，这个叫什么？这个企业治理能力又低，网点又少，你怎么跟这些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宇宙最大的银行，你怎么竞争？没法竞争。结果你没想到，支付宝跟这个中小银行一合作，它风控能力比这工商银行还要强。那他挣的钱就是一笔钱挣的钱，他比这个工商银行挣的钱多，成本低。那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这些国有银行打不赢这中小银行。那后面有谁？后面有支付宝在那站着，这把这个国有银行给气得鼻子气歪了，那就非得整治不行。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中小银行，不，国有银行的力量，他们力量非常大啊，他们力量非常，那是亲儿子里面的得宠儿。就是说，我们经常讲国有企业是什么？共和国长子。共和国长子是什么意思？就是儿子里面的老大啊。国有企业是共和国长子，就是共和国里面的老大。金融机构、银行是长子里面的长孙，就是不仅是老大，而且得宠，就是所以你碰他的蛋糕，那非得整死你不行啊！这是一块，这支付宝这一块，那是欲除之而后快，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支付宝手里握着什么？握着第三方支付业务啊。第三方支付业务让谁睡不着？让人民银行睡不着。第三方支付等于是什么？等于是在人民银行的这个资金出口，它加了一个阀口，加了一个开关啊，它加了一个开关。人民银行有一个水龙头，这水龙头它根据需要开大开小啊，它来调控市场的资金。这个水龙头的那个支付宝其实不仅仅支付宝，还有微信支付，但是支付宝份额更大啊。
支付宝等于什么？等于在人民银行的这个锁龙头前面再加了一个小开关。那你说人民银行心里怎么想？人民银行那这也是块心病，这块心病。所以人民银行怎么办？就搞电子，叫数字人民币。搞数字人民币有一半是为了对付支付宝跟这个微信支付。所以你想想，对于阿里来说，这又是病，那又是病啊，这又是病，那又碰了这个敏感的行业。共产党一身养羊肉，哪儿都敏感，一不小心这里很敏感，非常敏感，就碰了媒体，所以在对付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之前讲马云在去年年底遇到了一场危机啊，这个危机是基于什么呢？基于蚂蚁集团上市不成功啊。那么马云背后的政治势力跟习近平等等这些政治势力激烈的角力，所以马云当时的处于一个危机当中，他甚至他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到了去年年底12月份，基本上这场危机就基本上平息下来，就是马云又出来了啊，又出来说话啊，说明这件事情已经平了。但是实际上，蚂蚁集团这件事情是过去了啊，就也不算过去吧，平息下来，危机平息下来。但是当局对待他，对马云本人的这个打击并没有停止。所以这件事情，第一个，马云是中国首富啊，他在中国深耕了这么多年，挣了这么多钱，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你现在来看，我们不能说他自身难保吧，但是他肯定逃不出这个中共的这个五指山啊。那么其他的民营企业就更不要说了啊。那么最新的例子是什么？最新的例子就是孙大武。孙大武的大武集团，因为跟这个国营农场有土地纠纷，当局直接派特警，把这个大武集团的整个的管理团队30多人直接抓走，把这个孙大武全家老老小小，上至这个80岁的老奶奶，下到这个刚刚走路的小孩，全部抓到公安局去。那现在孙大武还关在这个公安局，然后这个大武集团就被接管，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啊。所以在中国，产权制度是不存在的啊。那么依法治国是说给你听的，然后中共的政权无限膨胀，人人自危啊。这个马云虽然贵为首富，但他也自身难保，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谢谢大家的参与啊。那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那另外呢，就是我昨天说过一下，有网友问我 Patreon 是什么？大家去我们每个视频的下方都有 Patreon 的链接，你就点 Patreon 的链接，直接上去看吧，好吧？到底是什么，你就上去看就知道，好不好？我就不在这里讲，好吗？明谢姥姥王，谢谢。今天很多网友给王先生的新发型点赞，清爽帅气啊，谢谢。过去我这次最长的一次理发，就是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为什么？其实像我这样的短发哈，1-2个星期就要理一次，因为头发会长起来。那么这次隔的时间有点长，是因为真的没有时间，真的没有时间。那么这次实在是我忍受不了了，所以昨天请太太操刀帮我剪了一下啊，剪得挺好，我也很满意，谢谢大家啊。提问：
马云已经不是阿里的执行总裁了，打击马云是否对私营企业动手的开始？马云已经退休1年多，已经2年了，从阿里巴巴退休啊，那他也已经不是那个关键的6个人。阿里巴巴有6个关键人，这个6个关键人是什么？就是他们是一个我们叫公司架构的一个关键人，这个关键人就基本上承担了持有阿里巴巴国内资产的一个这样的角色，这是关键人。原来马云是排第1，然后还有5个人，这5个人我们不知现在不知道，后来这6个人全部换掉了。全部换掉。原来这6个人是什么？是这个阿里巴巴叫什么？叫这个阿里巴巴的什么？他们叫什么？他们就是那几个创办人其中的6个。那么现在这6个人已经不是这创始人的团队里面的成员了，说明什么？阿里已经变天了啊！但是不管这些怎么变，马云对阿里巴巴的影响和控制，我相信是没有人能够改变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打击马云是不是对私营企业动手的开始？你觉得中共停过吗？打击这个私营企业，从来没停过啊！观点，这对于阿里巴巴算利好，因为本来就有可能被分拆，明天阿里股价应该会涨。巴菲特最近买了很多阿里的股票，你觉得这算利好啊？好吧，阿里罚100多亿占，我忘记了那个数据啊，我看到过这数据，占阿里去年盈利的多少忘记了，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蛮高的比例啊。你说是利好，我不知道为什么算分拆，本来可能分拆，谁说的？那个不是个定案嘛，是不是？观点感觉罚阿里100多亿，更多的是揩油。前任的领导的子孙在阿里赚的盆满钵满，现任领导也想分一杯羹。要不然为什么不分拆阿里？而且阿里还不至于只手遮天。反垄断法在中国就是个笑话，各种中字头的企业摆在那里，而且越来越大。后面这个我同意。前面为什么大家觉得分拆阿里是已经是个板上钉钉的事情啊？分拆阿里是个说法啊，你怎么分拆？怎么分法？淘宝跟天猫分开，还是把支付宝本来就是分开的呀？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个分法啊？我不知道你怎么说分拆，所以没有分拆来罚款是个好事，这个逻辑，我觉得讲不通吧？啊。提问：我们普通人看得出，马云、马化腾、刘强东等大佬都是一个个待宰的羔羊。你这话说的是不是很爽啊？是不是很爽啊？而他们的眼界不至于不知道沈万山、胡雪岩的下场，他们为啥不跑，而是坐等刀砍到自己头上？嗯。大部分的人都会对自己的当局者迷嘛，这就叫当局者迷。大部分人不一定有那么警觉，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之前有人说这个马云被限制自由，但实际上不对啊，因为他们查过这个，他们叫做非常准还是查什么？查谁呢？查马云的那架私人飞机。马云私人飞机其实飞来飞去，到处走啊。说明马云什么？马云还是可以自由行动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点是不知道，就是他到底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们是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我们也不能够太早下结论，
就不能太早下判断，就是说他们的处境是怎样，他们的处境真的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也有当局者迷的成分在这里头，所以你说他为什么不走，也没那么容易走，我是觉得也没那么容易走。你想那么多人跟着他吃饭，天天捧他，众星捧月，你那种感觉不一样啊，不一样。观点所谓的反垄断和遏制资本无序扩张都是耍流氓，谁才是真正的完全垄断，大家心里有数。而且这样打压民企，完全是自废武功的节奏。中国经济失去活力和萎缩只是早晚的问题。观点：2017年在多伦多，马云和特鲁多对话的时候，说管理一个国家肯定比管理一个公司更难，因为坏人更多。特鲁多马上笑着插话：加拿大没有坏人。我在台下和全场一起大笑鼓掌。谁都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无罪推定的国家，而非一个看谁都是坏人、时时不忘斗争的地方。彼时意气风发的马云没有想到，尽管后来早早退居幕后，仅仅3年自己也成了坏人。看看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活脱脱周星驰电影里的一幕：关门放狗。这个观点写得非常的棒啊！短短的几句话，把这事情讲得清楚明白，很棒啊，非常棒。观点：这次罚款是向各大小网店开征营业税的第一枪。观点：不管马云怎样，民企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是中国经济活力的来源，国进民退就是在摧毁中国经济。可惜一大帮屁民还在帮政府摇旗呐喊，搞得好像阿里、腾讯日子不好过，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似的。非常正确啊，非常正确。提问：马云被动的主要是因为马云已经可以控制中共逆龄宣传口了吗？那还不是。马云是老板，这个没有错啊。马云是腾讯新浪微博的老板，他也是很多媒体的老板，但是新浪微博每天都得接受来自中宣部的指令，马云也没有办法，所以马云他能够控制他的媒体集团也是在中宣部在网信办的控制范围之内啊，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说，马云一个指令下去，他们全部听他的，不听中宣部的，不听网信办的，那是不存在的可能性啊。所以，你要是不听，第2天就关门啊。所以这件事情不会发生。观点：大陆哪一个财富大咖后面没有权贵实控人？马云不过是前台掌柜的，打来打去都是打狗给后面的主子看，然后利益再分配。这就是有白手套有的是啊，像什么万达啊，什么都是白手套啊，有很多都是白手套。但是马云我觉得不像，为什么？马云这个企业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你看很多企业突然一下子天上掉下一个天下无敌的大企业，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收购，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白手套啊！像马云这个一步一步自己走出来，不是靠白手套是什么哈？白手套的特点是什么？没有实际业务，都是靠收购资产。收购别人的业务，他自己没有本事，啥都干不了。他的本事是什么？他的本事就搞定老大，老大就让他去收购，老大帮他搞定银行，银行给他钱，他就拿着钱去买资产，然后就来秀啊，就像王健林，王健林很典型的这种白手套的特征啊。你要看他是不是白手套，比如说一个是王健林万达，一个是像什么像海航就也是很典型的白手套，就他没有实际的业务，他不是说像马云他们的阿里巴巴是什么，从
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做起来，它是帮马云挣钱的机构。所以这个完全，你看是不是白手套？之前还有一个叫什么安邦，安邦也是白手套啊，都是白手套啊，背后是有势力的。那最后你不行，你就把这些人抓了，就这样啊。那马云明显不是，马云是这个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啊，他不是靠银行借钱混日子了。观点：整肃阿里背后是江西两大权阀的最后缠斗。OK， 提问：先撇开对马云本人的观感，请问当局对马云这些处罚有经过法院审理吗？在法治国家中，各种罪名都有非常严格的定义，罪名是否成立，处罚结果都应由法院判定。不服的企业有权上诉，在天朝，企业和政府就是孙子哥爷。我们以现在的这个马云这次处罚天价罚款，是不是政府有权利？政府有权利这么做啊？政府是有权这么做的啊。那么当然，你要是在美国啊，你政府对微软处罚，天价处罚，微软转过身去法院啊，行政诉讼啊，要求法院纠正这个处罚，可以。马云的阿里巴巴能这么干吗？当然不行，干不了，没有，因为他们是一家的嘛，对不对？观点：在民主国家，法律是以公正性和正义为准绳，为社会发展和民生安定服务。中共之下，法律就是抽猪的鞭子，谁敢冲击猪圈围栏，就会被打回去。OK， 观点一：互联网企业最具型的 winner task all 的游戏啊，就是赢者通吃啊。微信起来了，连 QQ 都马上没人用，用户都会跑到最多的那家，服务会更好，价格会更便宜。再如共享单车，谁愿意帮衬只有少量单车的平台？二，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头部集中趋势其实是政府最愿意看到，因为方便监控和操控。14亿都用一套通信 APP 微信，政府要锁定某些人组织，简单是方便的不要不要。第三，真正的垄断企业都是亲生子，反而不断加强其垄断性。OK，QQ 还有很多人用，QQ 的日活量还有5亿啊，所以 QQ 的价值还是很高的啊。情绪，马云的遭遇让我想到一句诗：高处不胜寒。很难理解马云对抗当局的勇气，是不是来自江家或者江派的支持？这个里面的斗争实在是普通人难以理解。马云一定是出于对于死亡的恐惧，最好还是全部妥协。OK，情绪，这次罚阿里的金额差不多是2019年利润的20%。阿里不算伤筋动骨，但肯定肉痛。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还没有发展到谷歌、亚马逊这种实力，政府就开始挥起大棒子，感觉阿里算不上垄断，比腾讯差得远。更何况那些国企、央企，巨无霸光债务就几千亿啊，几千亿、几万亿啊，占到20%哈，对我印象中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啊，所以，说他没事是利好，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是利好啊。提问：网传马云是江派，属于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请问王老师怎么看？网传是这么传，我有什么看法？阿里的确是起于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江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马云跟江结盟 make sense， 基本上是 make sense。但谁有具体证据嘛？很难有具体证据。唯一的证据就是
江的儿子有一定的股权啊，这是唯一的证据啊。提问，请问王老师，这次处罚是表示阿里的问题已经告一段落，还是仅仅是开始？阿里的问题，你这里政府要是查你啊，一定会有问题的。所以阿里的问题不会断，因为这不是就事论事啊，这就是针对你啊，所以我不觉得不一定说是阿里。我们说这个蚂蚁上市啊，蚂蚁上市的这件事情告一段落啊，蚂蚁上市出现的危机告一段落，但是蚂蚁的麻烦没有停过，阿里巴巴的麻烦也没有停过啊，所以这不能算是个开始，反正这就是个进程，对付马云的其中一个进程啊。观点，这次处罚后，在华外企人人自危，没收财产就是一句话，会促进外企团结起来，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OK， 提问，请问王老师，肖建华是不是白手套？肖建华应该是白手套吧？就是你看嘛，白手套是什么？白手套就是你看见一家企业，它又不是特别厉害啊，又不是特别牛，然后他就不断的在收购资产，他凭什么有那么有钱？他跟你说我赚很多钱，你像我们说收购资产有两类企业，一类企业马云的阿里巴巴，还有就是腾讯啊，就是马化腾的腾讯，他们不断的收购企业，他们其实是不断的利用他们的资金优势。你要知道，马云也好，腾讯也好，阿里巴巴也好，他在市场上融资成本非常低，他的融资成本非常低，而且他手上握着大量的现金，因为他的业务就是现金流很高，所以他手上有很多的钱，很多的钱怎么样？中国互联网市场那么大，迅速的扩展，那他做什么？他就要投资啊，他不断的在投资啊，他要通过投资扩展他的势力范围，扩展他的业务版图啊，那么他就不断的在投资不断的买资产，从初创企业开始买，一直买下来，买到像京东，你像腾讯，最后买了京东的股权，那都是非常大手笔的投入。这些业务这些资产收购是基于什么？基于他自己的能力，他没有借钱，他不用借钱，他本身大把钱，他是基于自己的业务逻辑，还有自己自身的资金总量来做这个投入。那你看，像万达，万达是哪个业务挣钱？你说他万达哪个业务挣钱？没有业务挣钱的呀！啊，你跟阿里巴巴跟这个腾讯能比吗？别人一年是挣几百亿、上千亿啊，他的不挣钱，不挣钱，但是他能大举收购，大举收购钱从哪里来？钱不就从银行来？银行为什么要把钱借给他？他那不挣钱的企业凭什么借钱给他？那就领导批条子打电话呗。所以这就是白手套，白手套的意思就这个。所以你去看一下，哪些企业不断的在买资产，买各种各样的资产，然后他自己的企业不挣钱，还不断的在买，这就是白手套。你不用问我哪个是，你就看他的行为，你就知道那就是白手套啊。因为他的资金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权力，他的资金不是来自于自己的业务，来自于权力，那不就白手套啊？一定是这样。提问：字节跳动做内容算法聚合后 ，C to C 模式淡化了媒体源的新闻地位。那按照这个模式，请问王老师，在中国的媒体公司或者是媒体人，就依赖这种兴趣引擎后时代的生长吗？我不知道你问题是什么。淡化了媒体源的新闻地位啊，这个理解。按照这个模式，王老师在中国的媒体公司或者媒体人就依赖这种兴趣引擎后时代的生长吗？
我还是没看懂你的问题。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字节跳动它抖音出来之后，那很多人就花大量的时间在看抖音。当你在花大量的时间看抖音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去看那些正正规规的新闻了。就是我去看网易啊、头条啊，就少人看了，大家就把时间花在抖音上面，不断的看这些。其实这些内容是原创内容，就自己做的这种原创内容，但是它已经不是新闻，离开新闻这个领域。那么媒体公司能做这些内容吗？中国的媒体公司都做不了这种内容，做不了这种内容啊。那么这种内容通常是自媒体或者是表演者做出来的。这种靠兴趣能够推动这些媒体的发展吗？能，它会形成一个新的生态。但是媒体的市场还在，一样它是个共生，它不是个替代关系。我们经常会觉得某一种形式会替代另外一种形式，其实我们的判断是错的。新的形态出来之后，它只是增加了大家的一个选择，它不一定会替代原来的形态啊，所以应该是个共生。那原来的形态的规模会缩小，但是不会消失啊。为什么？需求还在啊，还是有很多这方面需求啊。提问：国企的几万亿债务，在当中国的市场活力急速下降的时候，国企的债务怎么处理？全面买单的话，现在老百姓就没有钱，国企的债务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违约还不了啊，跟全面买单没有谁全面买单，从来信用债务从来没有全面买单这一说啊，理解吗？当经济活力下降，那原来你这个企业借了100个亿上一条生产线啊，当时的市场状况非常好，那我一条生产线我借100亿来做这条生产线，等我生产线做好了，市场下来了，没需求了，我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怎么办？我借了100亿，这100亿是债券，债券我还不上了。还不上怎么办？还不上就违约，那么借钱给他的人就损失了。所以你说老百姓没全面买单，这个世界上没有债券全面买单这一说啊。观点：共产党基因决定民营经济终究是为国营体制服务。20年前，西方看到台湾与南韩转型成功，让中国加入 WTO，期望可以用经济开放让中共明白。市场经济与政治开放是繁荣的基石，西方带着善意期望中国走向自由繁荣，这样的善意也来自台湾和香港。但中国政府至今如何打压民营经济？中国政府是如何的伤害、仇视、欺骗包括港台在内的自由世界？美国让中国加入 WTO， 收养中国最多，计划生育孤儿，建立西式学校。而中国为美国做了什么？情况：今天手机里收到移动和联通先后发来的短信，大概的内容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巩固执政地位，保障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国安宣，文革开始了，原来薄熙来的重庆也发这样的短信。提问：请问王老师，以后为了加强言论控制，像微信这样的聊天平台，会不会也像金融平台一样，全捏在自己人手里？你怎么知道微信这样的聊天平台没有捏在自己人手里，对吧？马化腾也是党员，马云也是党员啊，只是翻脸而已吧？我觉得他们都是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头条？抖音似乎是现在唯一走出中国成功的网络公司，有可能变得跟 YouTube 一样吗？抖音现在海外叫 TikTok 啊，TikTok 很成功，但是 TikTok 会遇到问题，就是说，之前川普政府要求这个
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这个平台，但是我觉得，当然他不成功，因为法庭不同意啊，法庭不同意，他就没办法执行，没办法执行呢，这件事情就放下来。但是我觉得拜登政府的意思就是，我不会针对某一家企业这么干就是我不会抓抖音来说事儿，也不会抓微信来说事儿。拜登政府说，我在制定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对所有的企业都管用的政策，大家要符合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反映了两点：第一点，对美国人民是安全的、可靠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对国家安全是安全的、可靠的，就这两点。所以我们再看他会出什么政策啊？情况今天打车和司机聊天，他说北方没人权，他以前在北京被查暂住证，警察把他的暂住证撕掉，没收身份证，拉去通州强制砸石头，劳动1个月后遣返河南，送到家还要家里拿钱来赎，强制劳动在中国一直没有消失，所以新疆强制劳动非常有可能。我还是那句话，在中国长大的成年人，在中国有生活经历、有工作经历的成年人，都知道新疆发生什么事情不要装我不相信你不知道中共中共翻脸，他干下来的坏事，当然你刚刚进社会，我可以理解你不懂但是你在社会上生活个3、5年，你就知道中共做坏事翻脸是什么样子那别说你不知道提问王先生认为新疆问题会如何收场？那么多人被关着，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是不是玩火上身，骑虎难下？那是他的手段，那是一个手段。他的手段是什么？他的手段就是不允许你有不同的想法。劳动改造，大家不要以为是劳动去改造它，不是的，是用劳动的方式来惩罚你，因为你拥有不同的思想，你不可以拥有不同的思想。改造是什么？改造就是把你脑子里不同的思想给去掉，就其实是一个洗脑，就是用身体的折磨来去除你思想里的不同异端思想，这才是本质。这件事情怎么收场？如果没人管他，他会继续干下去中共其实这件事情一直在干，从中共建政到现在，他从来没有停过，从来没有停过。大的范围就是全国的洗脑，小的范围就是极端的用处罚的方式，用折磨的方式来洗脑，去除你脑子里的异端思想情绪今年就业季，墙内很多高校打出“祖国终将选择那些选择祖国的人”的标语，难道不进体制和国企的国家就可以抛弃？真的和我上学时的宣传风向完全变，民营企业在中国的未来真的是艰难。老实说呢，今年的就业我觉得比去年还困难还困难。为什么？核心的问题是市场主体在减少，市场主体就公司在减少。那么公司你观察什么呢？你观察最核心的观察是什么？最核心的观察就是国考，国考的规模反映了市场的状况国考大家知道什么叫国考吗？就公务员考试国考就是当所有人都往公务员、往政府里面跑的时候，那么经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好，明谢，青青谢谢 ，Melody 张谢谢，郭九英谢谢，二师兄谢谢，VV 谢谢，Thora 何谢谢，Helen 谢谢，王老师周末愉快，王老师变得更加年轻了。
好，谢谢。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